俄白大规模军演启动，波兰出动4万大军赴边界。俄方放话，北约与俄已处战争，土耳其突然介入波兰。乌军大捷，红军村俄军指挥部被摧毁，突出部战线逆转。能源系统受创，俄最大炼油厂被击停，或易或贸易再起。俄乌战争第1301天，乌军多线反击，俄军损失惨重。虽远必诛，乌情报再次打击远在7000公里的俄军目标。200万发炮弹抵达乌克兰，欧盟援助已交付80%，乌军火力全面升级。乌克兰狠狠教训俄罗斯，网络攻击瘫痪全俄投票系统。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9月12日启动了联合军事演习扎帕德2025，这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方首次启动这一演习，地点位于临近欧洲边境的区域。外界普遍认为，此举不仅象征着两国在经济和国防上的紧密合作，也是在为可能发生的冲突进行预演。据俄白军方通报，此次军演将出动重型装甲车、直升机与舰艇，并大规模使用无人机、电子战与人工智慧技术。演练科目包括抵御敌方进攻、对地目标导弹打击等。白俄罗斯方面还确认，将演练使用俄方具备核能力的奥列什尼克导弹。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12日强调，军演不针对任何国家，即便演习区域靠近波兰边境。然而，鉴于俄乌战争本身就是在演习背景下爆发，欧洲各国对此次军演格外警惕。俄军得以长期驻留在白俄罗斯，也被视为潜在的进攻便利条件。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直言，无人机入侵事件与扎帕德2025接连发生，使波兰陷入二战以来最接近公开冲突的局势。作为回应，波兰关闭所有对白俄罗斯的边境口岸，并启动本国军事演习。波兰内政部长凯尔温斯基表示，只有在政府确认公民安全得到保障后，口岸才会重新开启。除边境封锁外，波兰自9月10日起至12月9日，在与白俄罗斯及乌克兰接壤的东部地区实施空中交通管制。波兰空中航行服务局称，此举覆盖整个边境区域。这一局势也引起美国方面关注。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卡沃利将军指出，尽管俄军在乌克兰战场损失惨重，但其重建速度远超多数分析人士的预测。与此同时，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托姆奇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波兰将在东部边境部署4万名士兵，应对俄白联合军演。这一数字远高于此前计划的1万兵力。未来几天，波兰与波罗的海3国部队还将展开多轮演习与训练。值得注意的是，波兰征兵决定正值俄制无人机疑似侵入波兰领空事件发酵之际。波方称，9月9日晚至10日凌晨，约20架无人机闯入波兰，其中部分被击落，极可能与此次西方2025军演相关。更令人担忧的是，此次演习涉及苏瓦乌基走廊这一战略要地。图斯克总理批评称，俄白军演极具挑衅性。德国媒体报道称，在立陶宛与白俄罗斯边境，摄像头昼夜不停监控。立陶宛边防部队也已接受额外训练，加强巡逻，以防范可能出现的混合攻击。北约与莫斯科因波兰遭遇无人机袭击事件持续陷入紧张对峙。最新消息显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9月15日接受采访时直言，北约与俄罗斯实际上已处于战争状态。此言论被外界解读为双方关系进一步升级，局势正走向难以预测的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的宿敌土耳其似乎也开始介入波兰局势。土耳其军工巨头 MK1 公司宣布与波兰签署合同，将为波军 FA-50GF 战斗机供应10万发20×105毫米弹药，预计2026年完成交付。这意味着波兰与土耳其的军事合作正在加深。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此举并不意外，尤其是其一直试图在俄乌冲突中掌握更多话语权。此前多轮俄乌和谈曾在伊斯坦布尔举行，土方明确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并且长期担忧俄罗斯在黑海地区做大。与此同时，北欧在东欧的军事部署也在加速。继法国与德国之后，英国宣布加入北约的东部哨兵行动，并将派出多架台风战斗机进驻波兰。北约地面部队也已完成部署，波兰东部成为新的前沿防线。此外，波兰东部还新建了一座大型乌军训练基地，该基地由挪威出资并提供教官，地点设在森林地区的约姆斯堡营地，是挪威史上规模最大的训练营之一。尽管乌克兰前线部队已具备丰富作战经验，但对新兵的培训仍属必要，也是一项高昂的投入。几乎与北约驻军行动同步，这一系列举措显示，欧洲与乌克兰的军事纽带已深度捆绑，而俄罗斯、北约与土耳其的三方角力，使得东欧局势愈发复杂难测。乌克兰前线传来最新战况，乌军方面确认已成功摧毁红军村方向一个关键的俄军指挥部，并在多布罗皮利亚突出部继续收复失地。据德国图片报报道，乌克兰总参谋部证实，9月8日对顿涅茨克地区俄军第41集团军的指挥所发动了联合打击。此次行动动用了导弹、炮兵、空军和无人机部队，给俄方指挥系统造成重大损失。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指挥所正负责红军村方向的战事，而就在8月28日，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还曾视察该中心。空袭的成功显然对俄军在当地的部署与协调造成严重干扰。与此同时，乌克兰在红军村方向的多布罗皮利亚突出部也取得进展。乌第225突击团夺回潘基夫卡及周边定居点，进一步压缩了俄军在该地的活动空间。尽管俄军已投入4个步兵旅和1个海军陆战团，但近期乌军的攻势让其再度面临被包围的风险。在托克马克轴线附近，乌军还利用反坦克导弹突袭了俄军阵地，摧毁多辆正在撤退的坦克。而在其他战线，俄军一处工程兵旅车间遭乌方袭击，从流出的视频可见，车间几乎完全被摧毁，包括扫雷装备在内的大量器材损失殆尽。战火还延伸至俄罗斯本土，乌军昨夜对罗斯托夫和库尔斯克地区发动远程空袭，导致当地电力与供水中断。尽管部分设施受损，但无人机轰鸣声仍在城市上空回荡，凸显乌军跨境打击的延伸能力。整体来看，红军村方向仍是乌克兰反攻的焦点，前线的每一次突破都牵动着俄军的整体部署。乌克兰的打击正在升级，与此同时，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也在持续加深。最新消息显示，俄罗斯甚至开启了货易货的贸易方式。路透社在9月16日的报道中指出，莫斯科正在重启易货贸易，以规避西方制裁。俄方尝试通过小麦换汽车、亚麻籽换建材等方式进行商品互换。报道披露了大约8起此类交易。克里姆林宫宣称，此举凸显了俄罗斯经济保持韧性，但外界普遍分析认为，这实际上暴露了制裁下的压力。这种压力显然仍在持续加大。欧洲正在筹划推出第19轮制裁方案。在此之前，欧盟各国还在研讨对持俄罗斯签证人士实施更严格的限制措施。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走在前列，支持全面禁止俄罗斯人入境。
捷克则限制俄罗斯外交官在申根区内的行动自由。预计这一轮制裁的规模将超越以往任何一次，而俄方开启或议或贸易，正是制裁产生实际影响的一个典型案例。与此同时，俄罗斯最大之一的基里希炼油厂被曝遇袭后关闭。2天前，乌克兰无人机对该厂进行了重击，导致其约40%产能受损，目前已暂停运营。几乎在同一时间，乌克兰军队还袭击了俄罗斯乌法2座油厂，诺伊维尔和联合石油。现场披露的视频显示，2座炼油厂燃起熊熊大火，浓烟翻滚，直冲城市上空。2厂之间距离仅3公里，空袭还导致超过350名工人被迫疏散。俄罗斯能源系统再次遭受重创。截至9月初，全俄罗斯已有10多个地区出现燃油短缺问题，不少加油站停止运营，其中甚至包括首都莫斯科。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8个月，乌克兰无人机至少对俄罗斯的关键设施发动了45次公开袭击，其中包括22个石油天然气设施、12条铁路、6家军工企业、3个港口以及2座机场。随着西方制裁的加大和乌克兰持续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将面临更大的压力。这种局面已经开始对战局的整体走向产生深远影响。2025年9月16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301天。战场最新动态显示，别尔哥罗德和库尔斯克地区，乌克兰军队成功守住已占据的区域。苏梅方向，俄罗斯消息人士称，奥列克谢夫卡局势迅速恶化，乌军的侧翼进攻及无人机袭击威胁切断俄罗斯突出部联系，对俄军地面部队而言几乎是一场灾难。在波克罗夫斯克、多布罗皮利亚方向，乌军第225突击团先后清理潘基夫卡，并夺取马亚克。第4作战旅副旅长安德烈·克里先科表示，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的突破已被消除，乌军正稳步推进，彻底消灭敌军。此方向上，俄军攻击多次被击退，多布罗皮利亚的俄军已被包围，损失严重。白曼方向，俄军尝试新战术，伪装成平民渗透扬皮尔定居点，部分人员藏匿房屋和地下室，利用平民作为人盾。但乌军成功瓦解渗透行动，重新控制该地区。分析认为，俄军采用伪装手段，表明其先前损失严重，不得已使用下策，但仍难逃失败。扎波罗热方向，乌军战机持续轰炸俄军阵地和营地，对俄军造成重大打击。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军破坏地下管道，挫败了俄军通过管道渗透的计划。乌军持续摧毁俄军装备、人员和后勤补给线，给俄军带来巨大压力。过去24小时，前线共发生208次战斗。从损失数据来看，俄军装备明显不足。空袭方面，9月16日，俄军发射113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多地，乌军击落89架，扎波罗热遭10枚火箭弹袭击，造成至少2人死亡，14人受伤。乌克兰方面，近100架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莫斯科、库尔斯克、卢甘斯克、罗斯托夫、沃罗涅日等地，克里米亚也遭袭，损失仍在统计中。乌军还发射 GMLRS 火箭弹和制导炸弹，打击扎波罗热、赫尔松及顿茨茨克的俄军设施，造成俄军伤亡惨重。特别关注，乌军无人机袭击距离乌克兰边境605公里的俄罗斯萨拉托夫炼油厂，引发爆炸与火灾，损失正在评估中。列宁格勒的基里什斯基炼油厂在袭击后将停产维修，至少需要1个月。分析认为，乌军未来将继续打击俄军炼油厂、油库、油气管道、石油码头及军工设施，对俄罗斯造成持续损失。国际方面，媒体报道，欧盟正考虑动用数千亿美元援助乌克兰，并可能将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直接转给乌克兰。目前，俄罗斯仍有约3000亿美元资产被冻结。俄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称，莫斯科将持续追索至本世纪末，显示俄罗斯清楚这些资产难以收回。
2025年9月16日，乌克兰情报部门再次袭击距乌边境7000公里的俄军，实现了虽远必诛的行动目标。9月16日上午9点，俄罗斯边海边疆区弗拉迪沃斯托克发生枪击事件，乌克兰国防情报局特工对驻扎在此的俄罗斯第155独立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起袭击。乌克兰国防情报局称，特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什奇托瓦亚旅游点开展了一次特别行动，目标锁定的是驻扎在此的俄罗斯第155独立近卫海军陆战队旅第47独立空中突击营。该部队曾参与基辅、乌赫列达尔、马里乌波尔、库尔斯克以及波克罗夫斯克前线的战斗。第155旅因在当地对平民暴行及处决乌克兰战俘而臭名昭著。乌国防情报局多次表示，将永不停止对该旅的追击和打击。袭击中，俄军第155独立近卫海军陆战队旅驻地停车场发生强烈爆炸，不久又发生第二起爆炸。俄罗斯媒体报道，多辆卡车、保安人员及一架消防车赶赴现场，什奇托瓦亚旅游点入口、行政大楼及停车场附近区域已被封锁。俄方媒体将此次事件称为天然气管道爆炸，但俄罗斯情报部门已启动反破坏措施。乌克兰情报部门称，本次特别行动导致部分俄军士兵死亡和受伤。现场目击者表示，有多辆救护车到达现场，但俄军具体损失尚未确认。这并非第155旅首次遭受乌克兰情报部门攻击。今年以来，该旅已3次成为乌方目标。5月30日，第155独立近卫海军陆战队旅曾发生爆炸，导致俄军士兵伤亡惨重。7月6日，不明身份的破坏人员乌克兰情报部门特工炸毁了供该旅营地使用的天然气管道，并破坏了弗拉迪沃斯托克市部分管道系统。9月16日，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再次实施行动，第155旅驻地停车场爆炸，俄军再次出现重大伤亡。此次事件显示，即便俄罗斯幅员辽阔，也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乌克兰国防情报局表明，俄军即使远离乌克兰边境，进入远东地区，也难以摆脱追击。乌克兰国防情报局不仅在乌克兰境内开展对俄军的作战，还在非洲马里等待追击俄军及瓦格纳集团人员。在本土袭击俄军士兵已成为常态行动。乌国防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显示出激将的作战风格，其部门的行动方式正越来越类似以色列摩萨德。乌克兰在俄本土的目标袭击愈发频繁，安全压力巨大。联合安全局实施的蜘蛛网行动，配合乌克兰国防情报局，使俄军在乌克兰犯下的罪行无法逃脱追责。即便回到俄罗斯本土，这些士兵也不再安全。乌克兰通过实战演绎虽远必诛的战略，其作战手法与以色列的行动模式高度相似。最近，俄乌冲突又迎来新动态。欧盟宣布，援助乌克兰的200万发炮弹已经有 80% 运抵乌克兰，剩余的 20% 计划在10月前全部交付。这一消息一经发布，立刻引起广泛关注。那么，这对俄乌冲突的局势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今天就来详细分析一下。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欧洲议会表示，截至目前，欧盟已向乌克兰交付了200万发炮弹中的 80%。换句话说，已有160万发炮弹顺利交到乌军手中。卡拉斯强调，他们的目标是在下个月前将剩下的40万发全部送达，实现100%交付。这个数字可不是小数目，对于乌克兰来说，这200万发炮弹意义非凡。众所周知，俄乌冲突持续多年，前线最紧缺的就是弹药。乌克兰军队之前一直为弹药不足而苦恼，有时想发动攻势，却因为炮弹不够，无法尽全力。这次欧盟提供的炮弹援助，无疑是雪中送炭。有了这200万发炮弹，乌军的炮火密度和火力强度必然大幅提升。在战场上，弹药充足意味着火力强劲，能够给对手施加更大压力。这不仅有助于稳住防线，
也让乌军在关键地区发动攻势，可能改变局部战场的态势。举例来说，在一些重要城市的攻防战中，乌军拥有更多炮弹后，就能够更精准地打击俄军阵地，压制对方火力，为己方部队创造进攻机会。同时，在防守时，也能利用密集炮火阻止俄军推进，为自身赢得宝贵时间进行调整和部署。因此，这200万发炮弹对乌克兰军队来说是实实在在的战斗力提升。总的来看，欧盟的这笔援助必将让乌军在战场上更加自信，增强底气。未来的冲突中，乌军凭借弹药充足的优势，可能会让战局更加激烈，也可能在关键节点上掌握更多主动权。乌克兰军事情报局近日宣布，其黑客部队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网络攻击，导致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数字系统在9月14日全俄投票期间陷入瘫痪，包括在被占领乌克兰领土上进行的所谓选举。据基辅邮报引述消息人士，该行动旨在破坏莫斯科在乌克兰被吞并地区举行的非法选举的线上投票流程。乌克兰黑客对俄罗斯多个关键系统发起了分散式阻断服务 DDoS 攻击，攻击目标涵盖中央选举委员会及其远程电子投票平台的伺服器、国有电信运营商 Rostelecom 的骨干路由器，以及俄罗斯主要政府服务门户网站 Gossnagi 的伺服器。俄罗斯官方也承认了网络中断。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表示，中央选举委员会大楼的网站瘫痪了，这是一次网络攻击。俄罗斯联邦通讯与资讯监管局也确认远程投票服务出现故障，并称流量下降源于俄罗斯电信公司的骨干网络问题。与此同时，乌克兰外交部强烈谴责莫斯科在其占领的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模拟选举。9月14日，俄罗斯在新菲罗波尔和塞瓦斯托波尔举行了市议会补选，并选举了塞瓦斯托波尔的州长。乌克兰方面强调，这一程序违反国际法，任何所谓当选的个人都没有担任公职的合法依据。乌克兰外交部指出，在备战领土上组织所谓选举属于非法，其结果无效，并呼吁国际合作伙伴不要承认选举结果或与占领当局接触。外交部同时警告，将依据乌克兰法律和国际制裁追究相关责任人。乌克兰长期以来誓言抵制俄罗斯通过阶段性选举合法化占领领土的行为。乌克兰人权联盟 HUR 称，9月14日的网络行动是网络报复，直接回应俄罗斯在乌克兰军事控制区组织投票的行为。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